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空军在东北老航校的基础上组建，第一批学员从校园直接飞赴朝鲜，参与对抗美军战机的空中战斗。但那时候中国没有足够的飞行员，更没有轰炸机。2015年2月，前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滴老英雄在弥留之际，颤抖着双手写下他最后的心愿：大大发展轰炸机。刘玉滴是我国空军东北航校的第一批学员。中国人民志愿军1级战斗英雄，曾在朝鲜战场创造一次空战击落4架美军飞机的辉煌战绩。在你死我活的残酷战场上，他曾经直接面对美军轰炸机，目睹敌人将炸弹向我军地面部队倾泻的惨烈场面。1950年11月8号到14号，美军派出100余架 B-29轰炸机侵入新义州和鸭绿江大桥上空进行大轰炸，意图切断志愿军入朝路线，造成鸭绿江上朝鲜境内一侧桥梁被毁。志愿军最后只能在夜间接近0度的江水中靠人力架起浮桥，顺利将部队和物资运入朝鲜，大量志愿军战士牺牲。敌方轰炸机的强大破坏力让中国人深深体会到自己军队拥有轰炸机的重要性。中国自行发展轰炸机起步较晚，轰6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款轰炸机。1956年初，中苏两国签署军事援助协议，由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立一支完整的中型轰炸机部队。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批准图波列夫设计局向中国转移全新的图16中程轰炸机生产技术，轰6战机的前身图16就被引入到了中国。在苏方交付首批零部件仅67天之后，1959年9月27号，第一架图16在国内制造完成，并且试飞成功。中国生产的型号后称为轰6。1961年之后，随着中苏关系急转直下恶化，许多项目被迫延期甚至下马。为了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决定将轰6的制造工作从哈尔滨转移到西安。最终在距离图16交付中国差不多9年之后，1968年底采用国产涡喷8发动机的轰6首飞成功，1969年就进行批量生产，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中型轰炸机的历史。这款飞机的当时工厂代号叫20号机，或者叫飞龙201。那么飞龙呢是代表轰炸机的意思，2呢也是代表轰炸机的意思，201的1代表这款轰炸机是我们国家生产的第一种轰炸机。它首飞的表现如何呢？按照试飞机组的飞行员的评价，它的基本性能已经达到指标，某些性能甚至超过苏联的图16。而中国拿到图16以后，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并且轰动了全世界。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次试验是采用地爆方式进行的，一些外国报纸刊登文章，甚至讥讽中国原子弹是有弹无枪。为了增加试验手段，提高试验水平，确保试验安全，使用飞机投掷核武器，以空爆方式进行试验，势在必行。其实早在1955年，周恩来总理就曾经指示空军，一旦原子弹的试制取得了结果，后面的戏自然要由你们来唱主角，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能随时拿出原子弹空爆试验的具体计划来。空军领导班子经研究决定，选用由图16改装作为核航弹运载试验机，这样这架轰炸机就承担了中国后来空爆原子弹和氢弹的重任，均取得成功。